大家好，我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往黄豆里打入2个鸡蛋，出锅原来这么好吃，松软鲜香，酱香味浓郁，天天吃都不腻，太解馋了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150克的黄豆，放入1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倒入没过黄豆的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洗掉黄豆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然后把水倒掉，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给它浸泡6个小时以上，也可以提前1个晚上泡好。这是我浸泡了6个小时的黄豆，大家看一下，黄豆体积明显变大，已经变得胖乎乎的了，像这样就是泡好了。然后给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入另一个碗中。往里面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破壁机里面，再往里面加入100毫升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按果蔬汁键给它打成糊，尽量打得细腻一点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打好之后，倒入1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加入3颗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先搅拌均匀，使酵母粉和白糖化开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边加边搅拌。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再加入1勺食用油，下手揉成面团。里面加入了鸡蛋，揉面的时候比较粘手，加入食用油，再揉面就不粘手了。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2倍大。接下来小碗中加入1勺黄豆酱，1勺甜面酱，1勺番茄酱，最后再加入1勺芝麻酱增香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这样我们的酱汁就调好了，先往一旁备用。大约40分钟的时间，我们的面团也醒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全是蜂窝状。案板上撒上点干面粉防粘，把醒好的面团取出来，给它揉一揉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然后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，再按扁，取出擀面杖给它擀开。如果感觉粘的话，我们可以给它撒上点干面粉。最后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，厚度大约2毫米就可以。用刷子在上面刷上我们调好的酱汁，尽量刷均匀一点。刷好之后，再从底部向上卷起来，尽量卷紧实一点，边卷边按压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最后把收口压在下面，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再用刀切成大约1指宽的剂子，取一个剂子看一下，层次非常的丰富。
然后放在案板上给它整理一下，按扁，按压成一个小圆饼的形状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之后放在案板上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2次醒发15分钟，这样做出的成品会更加暄软。15分钟后看一下，我们的生胚像这样胖乎乎的，并且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电饼铛预热，刷上一层食用油，油热之后依次放入我们做好的生胚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丝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生胚全部放好之后，在上面刷一层食用油锁住水分，然后给它盖上盖子，先烙上2分钟。2分钟后给它翻个面，豆香味和酱香味已经出来了，好香呀！盖上盖子，继续烙上2分钟左右。这个小饼非常的容易熟，大约烙制5分钟左右，烙至像这样两面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了。放入盘中就能美美的开吃了。像这样一道营养又好吃的黄豆鸡蛋酱香小饼就知道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小饼外皮金黄酥脆，有一股浓浓的豆香味和酱香味。掰开看看，因为是发面的，里面非常的暄软，层次也是非常的丰富，看着太有食欲了。尝一下，有黄豆，有鸡蛋，营养丰富，还有浓浓的酱香味，鲜香适口，咬上一口真的是太满足了。不就菜也能吃上3、4个，好吃不油腻，连挑食的孩子也爱吃，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